上海曾经是很多中国人心驰神往的国际大都市，能在上海有几套房子是不少人的梦想。但是呢，随着中国经济寒冬的到来，上海房价也是断崖式下跌。现在上海楼市彻底变天啦！昨天夜里我翻二手房数据，首都在抖啊，16万套，整整16万套房子挂出来卖呀！现在马路上10个人里头8个人在甩卖房产，侬晓得吧？现在碰头都不问侬房子买在啥地段了，开口就是侬房子抛脱了吧？挂牌价是一天跌3次，就浦东有个小区啊，上个月还卖8万的学区房，现在房东6万5都肯谈。我跟你们讲，现在外环边上有个楼盘，400多个房东抢着出货，价格已经跌破2019年了。现在手里面捏着郊区房子，就是捏着烫手的山芋，聪明人早就割肉离场了。而那些背负房贷的人们，日子过得十分煎熬。断供了，1000万房产我不要了，银行收走吧。上海这轮房价下跌，我受害者。目前所有资产已经下跌400万，下跌400万，还在跌。最近想开了，不供了，断供了，每个月房贷大几万，我衣服只敢买折扣款。银行收走吧，1000万房子不要了。我的上海房产彻底套牢了，当初花了700万在宝山买的学区房，现在腰斩都无人接手。我挂了30多家中介，从当初的650万一路降到580万、530万，直到上个月我咬牙挂了480万，连看房的人都没有。上周突然有个中介说有个全款客户出价350万，我看了一下银行的贷款，还剩400万没有结清，算了下，不仅亏了首付210万，还要花另外的50万才能解套。昨天联系中介是晴天霹雳，那个客户转头买了同小区另一套精装修带地暖的房子，成交价才320万。我冲到小区门口，看到新挂出来的房源，90年代的塔楼竟然标价280万起。更魔幻的是，中介小哥悄悄告诉我，上周成交的一套次顶楼3房，价格才298万。现在每天接到10几个中介的电话，哥，虹桥那边的新房65折出售，您这个房子要不要再降30万呀？上海的房子面临断供，因为我和我老公今年双双失业，但我居然一点都不难过，因为我早就不想在上海待了。我们这一代人20年打工，30年还贷，剩下的几年在医院，这样的一生几乎能一眼望到头，我真的累了。以前上学的时候学地理，觉得人口红利挺好的，市场大，廉价劳动力多，成本可以降低。后面上班了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就是那个廉价劳动力，而且随时能被资本说裁就裁，真的心酸。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我打算卖了上海的房子回老家。上海有好多家庭都已经赚不动了，有的甚至连1000把块钱都拿不出来，我觉得很惊讶。上海的工资就算再低，2口子1个月的收入也能存点钱吧。但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啊，就是昨天晚上一个贷款逾期的客户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我，他说他现在连4000多块钱的月供都付不起了，支付不了，房贷呢也已经逾期快5个多月了，车子也马上就要被拖走，只要电话一响，不管是谁打的，他都觉得就是来要钱的。现在身上连1000块钱都掏不出来，花呗、借呗这些平台类的一个贷款都是处于逾期的状态，法院也马上就要查封他的房子拿去拍卖，就问我该怎么办。我在上海做贷款中介也曾8年了，经常会遇到房贷即将面临断供的这种客户，但是今年确实是最严重的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上海主要的金融中心区之一，也被称作是中国版的华尔街。陆家嘴汇集了东方明珠、上海国际会议中心、环球金融中心等高楼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奇观。2024年下半年以来，陆家嘴核心区的多个高端住宅和商业用地频频流拍，成交率竟然跌到了30%以下。曾经被炒成天价的豪宅，现在连起拍价都是无人问津，估计拍卖师怕是要怀疑人生了。这哪里还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模样，分明是资本撤离后留下的空壳。开发商面对断裂的资金链瑟瑟发抖，买房者们则更是捂紧钱包。谁还敢接这烫手的烂摊子？上海楼市泡沫的破裂已成定局，上海的富人们也急着出国。
上海就有38万人在做移民，并且带走了至少480亿的资金，并且现在国内每年都有不低于15000个富豪移民。这些人在国内赚到钱以后，立马就移民走了。他们不仅带走了过亿的资金，更是带走了大批的技术人才。那这个数据是亚非银行报告体现的，应该都是保守估计，真实数据应该远远不止。并且中国富豪移民的数量，它占到了全球移民富豪总数的15%。更可怕的是，在中国的富豪百强榜当中，有60%的人都是有走掉的倾向的。就像我们看到了中国福润富豪榜前100的富豪，他们貌似还是中国的身份，但其实只是保留了中国的国籍而已。他们的心跟他们的钱和他们的人早就已经不在国内了。这是上海地铁大王的现状。我应该是上海众多亿万富豪里混得最惨的那个男人了吧？也一定是干工程的老板里面最落魄之一。创业了半辈子，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。10年前还有2个亿的身价，上海滩传奇，一夜之间资金链断裂，企业破产，负债了2000多万。58岁了，土都卖半截了，还倾家荡产，负债累累。这些年真的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从1990年开始，从一个管道工做起，到1993年报工程，到2010年成为了亿万富翁。这20年，我亲手建起了上海人民广场、上海地铁1号线、2号线，一直到23号线，也亲手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，像余安大厦、世界广场、浦西恒隆广场大厦、徐汇中心、白玉兰广场等等。随着上海经济的衰败，如今店铺出租出现这样的怪现象。看一下大上海实体经济的一个现状啊，姐妹们。然后这是上海的七浦路，曾经一铺难求，到现在的无人问津啊，整个市场都在旺铺转让，旺铺转让，然后房租都不要啊，你只要进来交物业费就给你用啊，但是还是没有人租。你看整个市场的出租率不超过10%。现在上海那些高端消费的场所冷冷清清，菜市场却十分热闹。一真南菜市场周六上午全是本地爷叔阿姨在买菜，旁边地铁口的商场非常萧条，哪有人在吃饭购物啊？满大街都是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。市中心徐汇嘉陵菜市场也是一样，四大金刚、葱油饼这种传统美食要排很长的队，年轻人喜欢吃的披萨、意面、西餐做不下去，已经倒闭了。中福菜市场在黄埔外滩的旁边，周围都是高层江景房，所以这里的菜场出现了帝王蟹、波龙、九头鲍这种高档的食材，可是结果还是一样，菜场热闹，实体店倒闭，连黄埔外滩的消费都菜市场化了。浦东三林的上钢菜市场到了中午还是有很多爷叔阿姨在买菜，但是菜市场门口的马路上就有一排店铺在空着，隔壁地铁口的一个美食广场直接和倒闭差不多，只剩下4、5家店铺还在营业，卖的也是豆浆油条这种本地人的早餐。有博主总结上海的经济现状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现在是什么个样子，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。水果店老板没有顾客，蹲在地上在哭。菜市场的阿婆菜卖不出去，看着电子正在哭。奶茶店的小妹边擦桌子边流泪。美容店的托尼老师剪着头发，手都在抖，说房贷要逾期了。房产中介呢，蹲在路边啃着馒头，说3个月没有开单了。建材老板直接躺平，说负债200多万。最惨的还得是外卖小哥，边跑边骂街，说单价都跌到2块5毛钱了。连我这个做助贷中介的也要哭了，银行把信用贷款的利息都降到 2.8%了，50万一个月只要还1000多块钱，就这我还找不到客户啊。而上海街面的衰败也是让人触目惊心。上海火车站南广场以前人山人海，还有2个人呢，但是店全部倒掉了，全部关掉了，几乎70%左右的店全部关掉，全部倒。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，整个经济就垮成这个样子了。曾经汇聚着无数人们苦苦奋斗梦想的上海，竟然从中国最富裕的1线大城市沦落到人流冷清，沿街店铺纷纷关门。高昂的房子纷纷大幅降价出售，昔日的繁华转变为眼前的一片唏嘘。
这就是在中共的治下出现的所谓的盛世奇观。上海经济由盛转衰，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在中共胡乱折腾下的一个缩影。有钱人纷纷转移资产，卖房润出国。更可怜的是那些背负着沉重房贷的人们，以及苦苦挣扎的底层民众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